今年满月了，这次12月27日的满月呢，会触发巨蟹座人际交易关系的变动。之前是处理事情、处理具体的工作任务，那1月份的巨蟹座会处理协调人带来的影响，包括工作、读书方面，重要的人的话，一些要求自己有没有听，竞争对手或者是合作对象自己是否重视了，有没有别人欠你的，或者是你欠别人的，在这个时候要说清楚，或者是一些面试、考试啊，那可能都是遇到会很重要的人等等。那这个影响的结果呢，会在农历春节之前出来，从1月下旬21日太阳进入到8宫以后啊，再到农历前这个时间，前面呢关系处理好的话，那么巨蟹座年前可能会迎来一个生意啊、偏财的一个高峰，或者说会受到很多正面的舆论的评议，也就是说大家都支持你，因为日冥呢到时候会走到偏财的一个宫位，而且呢这个财来的方式是有点不同的，可能是会觉得巨蟹座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太苦了，反而激发了你们的一个偏财运。偏财呢就是别人给你们的，包括请客吃饭啊、送巨蟹座东西啊，比如说红包，还有业绩提成、奖金啊，生意在这个时候变好等等，也可能有像这种借贷或者是拿款成功的一些事情，所以春节前你们会因为一些人感到挺暖心的。不过呢，整体1月上旬巨蟹座受到的瞩目程度其实就已经变高了，有一项具体的一个任务是需要你们做得非常漂亮的，或者说公关能力需要比较强，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考核啊、指标啊、审判啊、被审判。那因为每一个巨蟹座星盘不同嘛，那如果是被困难相位行运到了的巨蟹座，那他人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不太好的一些事情，那么在1月末的时候就要注意，可能会有一些损失或者是负面的一个结果。那如果是和谐相位就是好事，比如说事业遇到新的机遇，像面试啊、跳槽啊、转型啊、合作啊等等。但是不论好坏呢，此时巨蟹座都比过往更出名、更出圈，这也意味着你们受到瞩目，所以要更严格要求自己，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中。如果你们的工作是非常需要人气流量的，这个时候也可以抓一波，就是说黑红也是红。同时呢，工作考学当中贵人运会变好，这个贵人呢主要是业务水平会非常专业，所以一定要主动的向他人请教，不耻下问，别人就会告诉巨蟹座规定是怎么样的，应该怎么样做，你就能够通关，能够帮助你们少走弯路。那12月底火星进入到6宫，美容健康也是你们1月的一个很重要重点。一个呢是减脂能够成功，就是严格按照像减脂餐啊、健身房打卡去减，那局部的效果就会非常明显，基数小的话就会比较快速的能够练出很漂亮的一些肌肉线条。那6宫呢本身也是健康的宫位，跟一些校正有关，所以呢巨蟹座1月份也会重视身体，作息行程可能变规律了，买对身体很好的东西，如果有一些小的毛病的话，一定要前20天去调，不要等到月末，因为月末那个时候呢就不一定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了。整体呢注意一下臀部，就坐骨神经这块，以及大腿啊、肝还有增生，所以没事的时候可以多按一按，就双手合十啊，就在这个部位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啊，这个位置。我们的身体呢跟我们的运也是非常相关的，所以也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。再来呢，爱情、人际和财运，财运是不错的，下旬开始走偏财运了嘛，上旬呢是一个辛苦财，或者说算是正财，也是比较合理的，1分努力就能获得1分回报。那这里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偏财，因为都是跟别人有关的，所以要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个人是破自己财的还是给自己财的，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陷阱。所以呢这个月财运其实是有点考验眼力的，也不是说自己做好了就好，它跟别人有关，可能是整个项目、整个部门啊这种的一个财。那这也对应到呢有一些巨蟹座此时会想要花财了事，就是用资金去换取一些和平，或者换取一些交易，有一些事情能够过就用财和解，让它赶紧过去吧。那爱情来说呢，巨蟹座此时会觉得爱就是为对方做具体的事情，可能很普通的一些事，但2个人一起做就很有意义，还能够开一点无聊的玩笑，所以呢容易被一些细节打动，渴望细水长流的感情。遇见对象的方式呢，大多还是以介绍或者是工作日常活动范围当中能接触的对象为主，条件呢差不多中等，就是适合过日子的这种也很不错，可能挺会整理或者说挺会照顾人的。那有伴侣的呢，也会因为金星进入到6宫而获得对方一些实质性的尊重和帮助。如果是双方有矛盾，这个时候尽量和谈啊，因为你们对对方这个时候也蛮大方的，但是呢做承诺的时候需要谨慎，评估一下当中自己的一个实力以及后续的一个影响，以免种种原因到时候可能兑现不了。那整体呢，开年这个月巨蟹座会过得比较热闹，主要体现在人际方面，社交人际运开始活络了，也有机会结交一些不同圈子、不同文化的朋友。那就祝你们1月份有条有理，事半功倍，好运啦！我是艾达凡老师，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